今天這期視頻非常重要，甚至可能會顛覆你對過去3年全球經濟的所有認知。我們今天不聊 K 線圖，不聊那些每天上蹿下跳的股價，我們要聊的是整個金融世界的地基，是那個控制着全球資金水龍頭的閥門。這幾天，華爾街最頂級的交易員、宏觀策略師都在瘋狂研究一個人，不是川普，也不是馬斯克，而是一個可能即將接管聯準會、接管美元生殺大權的男人——凱文·沃什 （Kevin Warsh）。為什麼關注他？因為現任聯準會主席鮑威爾的任期將在2026年結束，而川普團隊放出的風聲越來越大，凱文·沃什極有可能是下一任聯準會主席。如果這只是一個簡單的人事變動，我不必花這麼大篇幅來講。但問題的關鍵在於，凱文·沃什不是另一個鮑威爾，也不是另一個耶倫，他是一個帶着手術刀來的改革者。就在幾個月前，他在胡佛研究所拋出了一句足以載入金融史冊的論斷，這句話讓無數華爾街精英背脊發涼，也讓無數政客坐立難安。他說，通脹是一種選擇 ，Inflation is a choice。這句話只有短短幾個字，但它背後的含義令人細思極恐。這意味着什麼？這意味着你這2年去超市買東西感受到的物價飛漲，你背負的高額房貸利息，你手中現金的購買力縮水，這一切不是因為普京打了仗，不是因為疫情堵了船，而是聯準會這個世界上最有權勢的金融機構，在某個時刻主動選擇了讓你承受這一切。今天我就要用這期視頻帶大家逐字逐句地拆解凱文·沃什的政策邏輯。我們將像剥洋蔥一樣，一層層扒開聯準會過去10年的謊言，看清通脹的真正元兇，並推演未來4年，如果沃什掌權，一場史無前例的貨幣實驗將如何影響你的錢包、你的投資乃至你的命運。通脹的真相，一個長達10年的謊言。首先，我們要解決的第一個問題是，我們的錢到底是怎麼變毛的？過去幾年，每當 CPI 數據爆表，每當通脹如猛虎下山，我們聽到聯準會官員是怎麼解釋的？他們發明了一個詞，叫暫時性 transitory。他們告訴你，通脹是暫時的，是因為供應鏈斷了，是因為芯片缺貨，是因为地缘政治危機。總而言之，那是天災，是意外，是不可抗力。但是凱文·沃什這位前聯準會理事斯坦福的高材生直接掀翻了桌子。他在訪談中毫不避諱地指出，別扯淡了，這根本不是什麼意外，這就是聯準會的失職。沃什的邏輯非常清晰，央行擁有控制貨幣供應量的絕對權利，因此央行完全有能力決定價格水平。如果通脹失控，那只有一個原因，央行搞砸了。他提出了一個非常深刻的概念，叫做機構性漂移 （institutional drift）。這聽起來很學術，我給翻譯成大白話就是聯準會不務正業。聯準會的法定職責是什麼？2件事：價格穩定、充分就業。就這2件事。但是過去10年，特別是2010年到2020年這10年，聯準會在幹什麼？他們在關心氣候變化，在關心社會公平，在關心種族議題，在試圖討好華爾街，在試圖配合白宮的財政支出。當一個擁有印鈔權的機構試圖成為萬能救世主的時候，他就注定會失去對自己核心使命的掌控力。沃什在訪談中回顧了一段歷史。他說，聯準會在大穩健時期 （Great Moderation）， 也就是從沃爾克控制住通脹到2008年危機之前這20多年裡做得太成功了。成功到什麼程度？成功到讓他们產生了傲慢。他們誤以為通脹這頭怪獸已經被徹底殺死了，誤以為自己掌握了經濟的永動秘訣。於是傲慢帶來了放縱。沃什指出，真正的問題不出在2008年金融危機時的救市，也不出在2020年疫情爆發那一瞬間的救市。那是急救，那是病人進了 ICU 必須打的腎上腺素，這沒問題。
真正的問題出在平時，出在2010年到2020年這10年間，經濟明明已經復甦了，股市明明已經新高了，但聯準會手裡的印鈔機停了嗎？沒有，他們還在印。沃什的原話非常震撼，當你不斷的這裡印1萬億，那裡印1萬億，這早晚會找上門來。這就好比一個病人感冒好了，還在把抗生素當飯吃，結果是什麼？結果就是產生了極強的耐藥性。等到2020年真的病毒疫情來襲，聯準會不得不加大劑量，打入更瘋狂的流動性。這時候副作用終於全面爆發了，這就是我們今天看到的惡性通脹。所以朋友們，記住沃什的第一個核心觀點，現在的通脹不是普京的鍋，不是供應鏈的鍋，而是聯準會在過去10年和平時期濫用印鈔權的必然報應。這是一場人為制造的災難，使他們選擇了通脹。沃什的秘密武器，既然病因找到了，是因為錢印多了，也就是基礎貨幣泛濫。那麼怎麼治？現在的華爾街主流劇本，也就是現任主席鮑威爾的劇本是加息，拼命加息，通过提高資金的成本來抑制大家的需求，把經濟搞冷，通脹自然就下來了。這招管用嗎？管用，但是代價極其慘重。高利率會殺傷實體經濟，會讓企業借不起錢，會讓背房貸的中產階級痛不欲生。而且最弔詭的是，鮑威爾一邊加息，一邊在縮表的問題上卻顯得沒那麼堅決，這就導致了一個怪象：市場上錢還是很多，但錢變得很貴。凱文·沃什這時候拋出了他的殺手鐧，一個可能讓川普拍手叫絕的方案。他把這個方案稱為實用的貨幣主義 （Practical Monetarism）。這是整個訪談中最精華、最反直覺，也是含金量最高的部分。請大家一定要聽仔細。沃什的核心邏輯是：利率、資金的價格和資產負債表、資金的數量是兩個應該分工明確的工具。現在的困局是，因為聯準會的資產負債表太大了，也就是印出來的錢太多了，為了按住通脹，聯準會被迫把利率提得很高。那麼沃什的反向邏輯是什麼？他說，如果我們在印鈔機上安靜一點，我們的利率其實可以更低。聽懂了嗎？這就是破局的關鍵。如果沃什上台，他的劇本大概率是這樣的：第一步，進行極其激進的量化緊縮 QT， 不是像現在這樣溫吞吞的縮表，而是大刀闊斧地賣出聯準會手裡持有的國債和 MBS 抵押支持證券，把市場上泛濫的美元直接抽走，把聯準會那個高達7萬億美元的臃腫資產負債表迅速瘦身。第二步，當市場上的水被抽乾，通脹的根基過多的貨幣被釜底抽薪之後，通脹預期自然會崩塌。這時候，聯準會就有了空間去降低名義利率。這就是沃什給出的藥方：用縮表來抗通脹，用降息來保增長。這個方案簡直就是為川普量身定做的。在我們進一步探索之前，我們有一個激動人心的消息要告訴大家：我們已經開通會員功能了。現在，您可以加入我們的會員大家庭，享受會員專屬影片和更多獨家內容。別忘了關注才知道，並點擊小鈴鐺，我們將繼續揭示更多關於金錢的真相，祝你迅速實現財務自由。大家都知道，川普是地產商出身，他骨子裡是厭惡高利率的，高利率會殺死地產，會殺死股市。但他又必須解決通脹這個讓老百姓怨聲載道的問題。鮑威爾現在的做法是高利率加高負債表，川普不喜歡。而沃什提出的低利率加低負債表，完美契合了共和黨的經濟哲學。如果這个政策真的實施，對市場意味着什麼？這絕對是一場巨震。對於那些靠廉價資金堆砌起來的資產泡沫，激進縮表就是滅頂之災，因為流動性沒了。但對於那些真正做實業、需要融資擴產的企業，
降息又是久旱逢甘霖。這是一場精準的手術，他試圖在不殺死病人的前提下，保住經濟增長，切除腫瘤，消滅通脹。但這对手術醫生的要求極高，稍有不慎，就可能引發流動性危機。聯準會與財政部的離婚。講完了貨幣政策，我們必須把視野拉得更高一點。沃什在訪談中還揭露了一個更深層次的危機，那就是聯準會和美國財政部之間那層不倫不類的關係。我們都知道，美國現在的國債規模已經突破了35萬億美元。這是一個什麼概念？現在美國政府每天要支付的債務利息已經超過了國防預算。這不僅是不可持續的，這簡直是自殺式的。那麼，是誰給了美國國會和白宮這麼大的膽子，讓他們敢借這麼多錢？沃什直指核心是聯準會。在過去很長一段時間裡，實際上形成了一種財政主導 （fiscal dominance） 的局面。也就是說，財政部說我要花錢，聯準會就說好的，我來買單。聯準會通過購買國債，人為地壓低了國債收益率，讓政府覺得借錢很便宜，借錢沒成本。沃什在訪談中非常犀利地指出，聯準會購買國債的行為變相鼓勵了國會無節制的財政支出。聯準會成了財政部的提款機，成了政客揮霍無度的幫兇。這種共謀關係導致了今天美國債務的失控。所以，沃什提出了一個極具政治勇氣的改革方案：聯準會必須和財政部離婚，或者至少要簽署一份新的婚前協議。他呼籲回歸到1951年的那種狀態。當時聯準會和財政部達成了一項歷史性協議，明確了各自的職責邊界。聯準會只負責管貨幣、管通脹，不再為了幫政府省利息而去壓低利率。財政部負責管賬本、管赤字。如果政府想花錢，那就去市場上按真實利率借錢，別指望央行給你兜底。這意味着什麼？這意味着財政紀律的回歸。如果沃什真的這麼幹了，以後美國政府發債必須支付由市場決定的真實利息，這會倒逼國會不得不削減開支，因為借錢太貴了，借不起了。這也解釋了為什麼沃什會成為川普團隊的熱门人選。雖然川普本人大手大腳，但他身邊的顧問團，尤其是像馬斯克領導的 DOGE 政府效率委員會，是極度渴望削減政府浪費的。沃什的貨幣主張恰好能成為那個外部倒逼機制，逼着華盛頓的官僚機構把手裡的預算砍掉。未来的願景。聽到這裡，可能有人會覺得這個凱文·沃什聽起來像個瘋子，像個激進的革命者。他會不會一上台就把聯準會給拆了，或者搞得天下大亂？在訪談中，沃什特意澄清了這一點。他說了一句非常有水平的話，體現了他作為一個成熟政治家和技術官僚的修養。他說：“我們不需要革命 （revolution）， 我們需要復興 （restoration）。”他打了一個非常優雅的比喻，這就像修繕一座偉大的老式高爾夫球場。我們不是要把它推平了重蓋，而是要去除那些後來加上去的不倫不類的裝飾，讓它恢復到設計者最初構想時的樣子。我们要受過去啟發，但不被過去束縛。沃什心中的聯準會應該是什麼樣子的？它應該是無聊的。是的，你沒聽錯，無聊。沃什認為，一個好的央行不應該整天佔據報紙頭條，不應該成為所有人茶餘飯後的談資。它應該像空氣一樣，雖然至關重要，但你平時根本感覺不到它的存在。它應該退居幕後，只做那個默默維持價格穩定的守護者，而不是衝到台前當那個無所不能的超級英雄。儘管他對聯準會的現狀批評得體無完膚，但沃什對美國經濟的未來卻展現出了驚人的樂觀。這非常反直覺。通常我們認為，批評者往往是悲觀主義者，但沃什不是。他堅信，美國正處於一場由人工智能 AI 驅動的生產力大爆發的前夜。
他把現在的時代比作里根時代的初期。那時候雖然有高通脹的陰影，但隨着供給側改革，隨着去監管化，隨着計算機技術的普及，美國迎來了一場長達20年的繁榮。沃什認為，現在的劇本是一樣的，只要聯準會別再亂印錢搗亂，只要政府別再亂監管扼殺創新，美國的私營部門、美國的科技巨頭、美國的創業者完全有能力利用 AI 技術創造出驚人的財富，把美國經濟拉出泥潭。他說，我寧願拿着美國的這副牌，也不願拿着世界其他國家的牌。這是一種基於對美國生產力深刻信仰的自信。普通人的生存指南。好了，推演了這麼多宏觀政策，最後我們要落地。作為普通投資者，作為屏幕前的你我，如果沃什真的在2026年掌舵聯準會，或者他的思想開始主導未來的經濟政策，我們該如何保衛自己的財富？這裡有幾個極其重要的邏輯推論，大家可以參考。第一，告別聯準會看跌期權的 Fed Put。過去10幾年，美股投資者養成了一個壞習慣，只要股市一跌，我們就等着聯準會降息就是。這叫聯準會看跌期權。但如果沃什上台，這個期權可能要作廢了。他的風格更像沃爾克，除非發生系統性的金融崩潰，否則他不會因為股市跌了20%就慌慌張張地印錢。這意味着股市的波動性會變大，那些純粹靠流動性堆起來的垃圾股，那些沒有盈利能力的各種概念股將會現出原形，跌得很難看。第二，擁抱硬生產力。沃什極度看好 AI 和生產力復興，這意味着未來的核心資產依然是那些掌握核心科技、能實實在在提高生產效率的科技巨頭。這不是炒作，這是他在貨幣緊縮週期中唯一認可的增長點。所以，納斯達克裡的那些真正有護城河的科技權重股，依然是長期的避風港。第三，現金為王的時代結束，但現金的購買力可能會回歸。如果沃什成功控制了通脹，現金的貶值速度會變慢。但這不代表你應該持有現金，因為在實用貨幣主義下，名義利率可能會下降。也就是說，你存在銀行裡的錢，利息會變少。這時候，你必須去尋找那些能夠產生真實回報的資產，而不是躺在存款上吃利息。第四，關注信號資產，黃金與比特幣。在訪談中，沃什對比特幣的態度非常耐人尋味。他不像芒格那樣痛斥比特幣是老鼠藥，相反，他認為比特幣是一個重要的信號資產。他說，比特幣的出現是因為人們不信任法幣了。雖然他致力於恢復美元的信譽，但在那個漫長的手術期和陣痛期，市場對美元的不信任感不會一夜消失。黃金和比特幣作為對冲央行犯錯的工具，依然有其獨特的配置價值。特別是當聯準會真的開始激進縮表時，如果引發了局部的流動性危機，這些去中心化的資產可能會成為避險的方舟。最後，我想用沃什在訪談中反覆強調的那個詞來結束今天的視頻：選擇。通脹是一種選擇，平庸是一種選擇，繁榮也是一種選擇。過去10年，聯準會選擇了當爛好人，選擇了用印鈔來掩蓋結構性問題，結果我們得到了通脹。現在，歷史又站在了一個十字路口。如果凱文·沃什真的上台，他代表的是一種回歸常識、回歸紀律，甚至帶有一點苦行僧色彩的貨幣哲學。這條路注定不會好走，縮表會帶來陣痛，去槓桿會帶來破產。但正如他所說，這也許是讓美國經濟擺脫藥癮、重獲新生的唯一路徑。對於我們每一個普通人來說，無論你是否喜歡川普，無論你是否關心聯準會，你都無法置身事外。因為這場即將到來的貨幣實驗，將決定你手裡的錢到底是廢紙還是真正的財富。在這個風起雲湧的時代，最危險的不是風暴本身，
而是當風向已經徹底改變時，你依然張着舊時代的帆。希望今天這個視頻能幫你在這個不確定的世界裡多找到一份確定性。關注我，我是才知道，帶你解鎖更多金錢的真相。